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丽丽。吃剩下的馒头不要再二次蒸了。今天分享个馒头非常好吃的做法，把剩馒头放冰箱冷藏1晚，然后切成小块，淋2个鸡蛋，不用蒸，不油炸，出锅，咸香拉丝，超好吃，比外面买的披萨还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个昨晚剩下的馒头，这个馒头呢我们要放冰箱冷藏1晚，这样切的时候才方便切。然后把馒头放到案板上，给它切成薄片，也不用切得太薄，厚度约1厘米左右，尽量切得均匀一些。然后再改刀切成长条，最后再切成小块，也不用切得太大块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小块就可以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10块钱的牛肉，给它切成薄片。我们在切牛肉的时候，要逆着纹路来切，千万不要顺着纹路切。如果顺着纹路切的话，那样炒出来的牛肉发柴发硬，不好吃。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盘中。现在来腌一下牛肉，往里边加1勺生抽，加1勺蚝油，加2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再加2勺淀粉，下手抓拌均匀，让牛肉把这些料汁完全吸收。抓匀后，再加2勺食用油，加食用油可以锁住牛肉的营养和水分，这样牛肉吃起来会更加的鲜嫩。继续抓拌均匀，抓匀后放一旁腌制1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呢，再准备一个西红柿，在上面打上花刀，再把西红柿放大碗中，倒适量的开水没过西红柿，把西红柿烫一下，这样更容易去皮。接着再准备一个洋葱，给它对半切开，先取半个洋葱，先给它切成长条，再改刀切成小块，切好后抖散开，装入盘中。再取出另外一半的洋葱，先给它切成细丝，尽量切得细一些，再改刀切成洋葱丁，也是尽量切得碎一些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一个红椒，把红椒蒂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红椒对半切开，把红椒籽去掉，然后把红椒切成小块，像视频中这样大小就可以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一个青椒，把青椒蒂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青椒切成小段，长度约5到6厘米左右。切好后取一个小段，给它对半切开，然后再给它切成小块，像视频中这样大小就可以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几瓣大蒜，先给它切成蒜片，再剁成蒜末。大蒜我们可以多准备一些，蒜香味会更加浓郁，尽量剁得碎一些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西红柿已泡得差不多了，再把西红柿取出来，把西红柿皮去掉。西红柿经过这样烫一下，皮很容易就去掉了。去皮后再把西红柿放到案板上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把西红柿蒂切下来不要了，然后把西红柿切成大块，最后再改刀切成小块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放蒜末，给它翻炒出香味。炒香后再把洋葱丁放进来，继续用铲子翻炒，把洋葱炒软，炒出洋葱的香味。洋葱炒香以后，再把西红柿放进来，用铲子快速翻炒均匀，翻炒至西红柿出汁，大概需要翻炒1-2分钟左右。西红柿炒出汁以后，再加1大勺番茄酱，加2勺食盐，加3勺白糖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用铲子翻炒均匀，最后翻炒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。再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。像这样我们家庭版的披萨酱就做好了，先放一旁放凉备用。另起一锅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放瘦肉，用铲子快速划散开，全程开大火翻炒，
翻炒至牛肉变色，大概需要翻炒1-2分钟左右。牛肉炒变色以后，再加入洋葱块，继续用铲子翻炒，把洋葱块炒软，炒出洋葱的香味。洋葱块炒软以后，再加入青红椒，继续用铲子翻炒，翻炒至青红椒断生。青红椒炒断生以后，加一点点食盐，入一个底味，继续用铲子翻炒，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装入盘中。接着准备3个鸡蛋，把它倒入小碗中，用筷子搅散。搅散后，再把鸡蛋液均匀地淋在馒头上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块馒头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电饼铛提前预热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锅盖都给它刷上食用油，这样可以防止粘连。油热后，把馒头放入锅中，用铲子给它整理平整，给它铺平铺均匀，摊成一个鸡蛋饼的形状。盖上盖子，上下火焖2分钟，把馒头鸡蛋饼焖至定型。2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现在的馒头鸡蛋饼已经定型了，而且表皮微微发黄。我们先关一下火，利用一个大一点的盘子帮助它发一面，然后再放上刚做好的披萨酱，用勺子铺平铺均匀，整个表面呢都给它放上一层披萨酱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披萨酱放好后，再撒上一些芝士碎，这时候的芝士碎不需要放太多，薄薄的撒上一层就可以。芝士碎撒好后，再放上刚炒好的牛肉，均匀的放到饼上，整个饼表面呢都给它放上牛肉，这样做出来的披萨才会香。牛肉放好后，最后再撒上一层芝士碎，现在的芝士碎我们要多放一些，这样做出来会更好吃，而且拉丝效果会更好。就像我这样厚厚的撒上一层芝士碎就可以了，再撒一些黑芝麻点缀一下，这样还能增香。然后沿着锅边淋少许清水，防止等一下底部烙糊了。再盖上盖子，开下火焖5分钟，把芝士碎焖至融化。5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现在的芝士碎已经融化了。哇，好香啊！浓浓的芝士奶香味扑鼻而来，看得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再利用一个大一点的盘子帮助它出锅。为了方便食用，我们给它切成小块，切的时候都能感觉到上层拉丝效果很好，浓浓的芝士奶香味，底部酥脆松软，真的是太有食欲了。切好之后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牛肉披萨就做好了，真的是超级好吃。牛肉粒很多人用罐头省事，我觉得还是鲜牛肉好吃。我切得很大块，然后再炒一下，很有嚼劲。用淀粉腌了，也很嫩，不会出现很柴的口感。加了青红椒，还有微微辣的口感。加了洋葱，葱香味浓郁，搭配自己做的家庭版披萨酱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而且我芝士碎放的超级多，这个拉丝效果也是超赞的，一口下去有牛肉的肉香，还有芝士的奶香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用馒头做的披萨饼底，酥脆又松软，这样做的披萨一点不比西餐厅的差，用来当早餐非常的不错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吃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今天馒头牛肉披萨的做法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